大家好，我是小白。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的天坛，现在我们从这个天坛的东门进去。首先要经过一道安检。这边可以扫个码买票。天坛门票的话是15块钱一张。里边的那个祈年殿和回音壁那个票我没有买，一会儿进去看情况的话再单独买吧。它门口有一个联票。请记全件门票1人，全件门票1人，下一件无限票、重复票。今天的人真的挺多的哎，比之前来人多好多，而且今天还没有到五一。明天才是正式的五一的假期。在这个右边有免费，不是免费的，是自动的讲解器租赁，30块钱一台。在这个前面有一个天坛的鸟瞰图。我们是从东门进来的。我们直接往前走的话，就可以先到这个祈年殿。大家可以从屏幕当中看到，正前方那个尖尖的，应该就是祈年殿了吧？预报今天下午会有雨，然后多云。目前来看，这个早上9点半这一侧的天气还是可以的。但是在我后面，在东侧就有点多云了。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天、祈谷和祈雨的场所。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18年，原名天地坛。明嘉靖9年，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，并改名为天坛。天坛占地约273万平方米，是故宫面积的4倍，是现存中国古代规模最大、伦理等级最高的祭祀建筑群。这边有很多的古树，大家都在看。这棵树有620年了，是明朝的。今天还有很多的学生来天坛。我们沿着这个长廊往祈年殿方向走吧。这个长廊宽5米，长295米，共72间，又称72连房。祭祀前夕，典礼所需的玉帛、生礼、贡品都是从长廊送上祭坛的。这个就是那座长廊。这里面还有很重的油漆的味道。这边有一个天坛的文物展，右手边
这口井叫做甘泉井，是明永乐18年建天地坛时所凿的古井。这个里面是展览的一些展品，文化展。天津冀州历史文化展。四库全书，这些都是清代的烟壶，还有玉佩。这边是明代的兵器。房间里的潮气很大，很味儿了，有点呛鼻了。它主要是天津冀州的文化展。这个是神库，也是展示一。这个神库是神厨。将神厨备办的贡品放到这个容器中，然后陈列神库殿内，供案上，供皇帝亲临验看。那么这里面呢都是办这个文化展的。这边是左神厨，西殿是右神厨。是备菜的专用厨房。这个建筑是明代的原物。从文化展出来，我们就前往祈年殿。大家都在这边拍照。往左走是祈年殿、回音壁，元丘、神乐署。刚刚失误了，应该是买联票，然后我进来之后发现祈年殿这边还要单独买票，然后又重新买了这个景点的票，20块钱一张。所以大家如果来这边的话，还是要买这个联票。本来我是有这个北京的公园的那个卡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一直不在北京，就没办它，没弄。现在正赶上这个学生进里面，人很多的。哇，终于挤进来了，人真的超级多呀！眼前的这个建筑呢，就是祈年殿，是建于永乐18年，书名大祈殿，是一个矩形大殿，用于
和祭天帝嘉靖24年改为三重檐原殿，寓意天地万物，并更名为大享殿。祈年殿殿高38.2米，内部开间分别寓意4季、12月、12时辰以及这个周天星宿。那么我们就从旁边这个楼梯上去，因为中间那个是封住不让走的。这边是第1层。这边就上来了。咱们这边有一个最佳的一个摄影点，就是可以拍到 CBD， 包括中国尊啊、国贸在那边。我们从这边门口看看里边内部的样子，然后我们再绕着这个祈年殿转一圈。拍一个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那个人往那边一点，往那是往那边挪一点吧。是的，什么往那边挪一点吧。喂。哎，你稍微等一下，他拍完了，你拍你出来。让我来一下。看了没？让我来一下。人真的太多了，就很难挤进去拍一个镜头。还有个子高的话还会好一点。我感觉5·1的话，这个应该是挤不进去的。我们看这边能不能再看一眼侧面。记着没有黄金做的吗？不可能吧？看得到吗？好了，里面大概拍了一个样子。现在我们沿着这个祈年殿，我们转一圈。一会儿找不到我了你啊！快点，走了。远处可以看到这个天安门广场那边插着很多红旗。哇，下面这么多人！我们刚刚就从那个下面拍那个延时摄影来着，然后从旁边上来的。这样可以看到，在祈年殿这上面有多少人。从这边下去，我们就可以到这个黄钱殿。游客您好，天坛公园非授权任何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现场涂装、换装、拍照、详情书写。广大游客请勿接触周边。在这里拍一张，你给找了客服，你知道的。黄钱殿是旗鼓坛的天库，
大典时祈年殿所供奉的皇天上帝和皇帝列祖列宗的神位，平日就在殿内供奉。该殿建于永乐18年。现在我们上这个皇前殿看一看。这边门口的人不多哎，还是可以看到的。这里，你在这里，你去那边你都看不到。看到了吧？这边有一个牌位，写着“皇天上帝”。这个皇帝祭祀一般也不轻易破坏。从皇前殿下来了，这边有个小门，叫做古西门。我们看看这个古西门的一个介绍，这是乾隆46年，弘历年，弘历10年70，官员建议在皇前殿西侧辟小型角门，供皇帝祭祀、行礼、出入，以减少步行路程。乾隆欣然采纳。明确今后子孙寿达70者，方可出入此门，故称此门为古西门。70古来稀嘛。此后，清代各地均无高手，事实上出入此门者只有乾隆皇帝一个人而已。这个是单壁石雕，祈年殿巨大的3层圆形石基座，共8出壁，自上而下分别为双龙山海、双凤山海、瑞云山海等图案，寓意龙凤呈祥。这边是祈年殿的西配殿，现在西配殿和东配殿主要是展现一些历史吧，这种文化展。我们进去打个卡看一眼。主要是介绍这个天坛的文化和历史传承。这边是祭天的建筑盐城，然后这里是永乐初建。南京的元丘，然后永乐迁都北京，这北京的天地坛建成。这个是明末的北京城的图，基本上就是现在的2环。这边是嘉靖4交分记。这边是乾隆的时期改建祈年殿。那么这张照片是1875年英国一个摄影师拍摄的祈年殿。这个穹顶就是刚刚我们在祈年殿没有拍到的一个上部。那么这个时期呢，就是八国联军入军驻军的时候。可以看到驻扎在天坛的英属印度军队。那个时期还有天坛火车站呢。
就是到永定门这边。左边是仙农坛，再往这边走就是近现代了。然后还要涉及到一些古坛的保护，以及现在的文化发展和历史陈列。这边就是祈年殿的东配殿，建于永乐18年，总共是有两排的。然后乾隆皇帝以其参差不齐为由，拆除了后殿，仅存前殿了9间。这里边应该现在也是办的一些文化展吧，我们也进去大概的逛一圈。这是祈年殿展，应该是主要讲一些这个祈年殿的修建和祭天吧。这边是光绪时期重修祈年殿。这是祈年殿曾经遭遇雷击起火的记载。这边呢就是1935年祈年殿的大修，这是当时的施工状态。上面工人，再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作为技术指导。这边是北京中轴线的古建筑测绘。05年祈年殿的大修，这是汉白玉的龙纹柱头、城砖、滴水，还有瓦。这一侧是旗鼓里演变，从周朝到南北朝到唐朝，有不同朝代时期的旗鼓里。到这边就是永乐，明朝了。太启殿就是祈年殿的前身。这里还有一个明清2代皇帝天坛祭祀的一个次数表，这个是清朝的，上边是明代的次数表。这人啊，真的是越来越多了。那么我们祈年殿这个区域呢，就游览完了，然后我们从这边过去。陈老师，你们在这里了吗？被我听完我就给你哇，这个是整个学校都来北京旅游了吗？前面这边还是需要刷票的。刚刚我们过的这个门楼子就是祈年门，我们转过身来。
反正这些栏杆好像都是新装的嘛，之前我来的时候都没有的。刚刚我们走的那个段呢，叫单壁桥，这个桥长360米，是连通圆丘潭和旗鼓潭的一条高出地面4米的大道。桥面宽30米，中间的那个石板大路是神路，供天帝专用；东侧的是玉路，就是供皇帝专用。那么王公大臣只能在西侧的王路上行走。我们再走一走这个神路，那就是中间这个。左右两侧就是玉路和王路，就是皇帝和王公大臣分别走的路。这边往右手边走，就是去往这个回音壁方向。小的时候课本上就有一篇文章叫做《天坛的回音壁》，现在那个回音壁应该都是已经在墙的这个边上拦起了栏杆了。而且人多的话，根本就不可能有回音了。这边又是一棵古树。哇，这个是北京最美10大树王，九龙柏。这里用栏杆围起来的，基本上都是至少100年以上的历史。这些古树，它那个牌子是分颜色的，有绿色的和红色的。红色的牌子应该是在300年以上，绿色的好像是200年还是100年，反正总共有3个颜色的。这里面还有部分在修缮。这个小朋友抱这个古树，那这个红色的话就是420年了，这棵树。那我们排队从这边进入景点吧。我们先进这个回音壁，先进回音壁，人真的太多了。前几年来的时候，好像没有这么多安检的这些和这些栏杆，而且也很清静的。前面那个就是黄琼宇，看到了吧？这个墙壁已经围起了这个铁栏杆了，很多年前就已经围了。然后里面还在工地施工呢。那这里面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课本上的回音壁了。这不可能有回音啊！这么多人怎么回音呢？没有人，空旷，就像我们住一个空房子没有放家具一样，里面都会有回音的。我们去前面看一看这个牌子关于黄琼宇的一个介绍。是建于嘉靖9年，
是圆秋潭天库的正殿。殿高19.5米，殿内天花藻井为青绿基调的金龙藻井，中心为大金团龙图案。往前走就到圆丘了。我们看这个圆丘这边有一个牌子的介绍。也是建于嘉靖9年，每年冬至在台上举行祭天大典，俗称祭天台。各层的台面、石阶和石栏板的数量均采用9和9的倍数，以应9重天，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。买币哦，好多一样。李承志，你能进队里吗？去不去？去的啊！来点啊！一个蓝色在这上背的有我看这个台阶儿，就是9级台阶儿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看好脚下台阶，跟紧了，注意你脚下。你看好脚下台阶。上来了，这就是祭天的地方。刚刚站在中间的那个石头叫做天心石。起心动念是啥？其实天地都有定数。人站在天心石上说话，声音特别浑厚洪亮。这个镂空的这个叫做辽炉，是用于焚化祭祀从位的贡品，铁制的，有2座，这边一个，前面有一个。那么前边就是天坛的出口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把这个天坛的主要的一些景点和建筑我们都浏览了一遍。这个天气呢有点阴了，说下午有雷阵雨，所以还好上午的天气我觉得还是多云，但是还是有点蓝的，还是不错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跟着这帮小学生出去了。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了。5·1的话，这里边应该是水泄不通，人山人海吧。明天就是5·1国际劳动节了，大家节假日快乐。